仔细看这个变态的人体试验，发明这项研究的人简直就是丧心病狂。他们利用分子级 X 光线扫描活人，然后再用凝聚态把形状打印出来。在这个灵魂与肉体分离的过程中，人类需要承受莫大的痛苦，生不叫生，死不算死。经过9981天之后，就会诞生出一种名为幽冥的神奇生物。幽冥超脱出了生死之外，虽然拥有着极强的毁灭力量，但也因此失去了人类原有的意识。幽冥的破坏力极强，寻常的武器根本伤不到他们，人类的肉眼也根本看不到他们。所有被幽冥攻击的人，体内都会瞬间被冰冻致死。创造出幽冥的人本想把他们当成战争武器，不料中途出现了故障，一部分幽冥冲出来杀光了创造他们的人，并且当地的军队也被他们杀得溃不成军。束手无策的军队高层为了能够彻底解决掉幽冥，他们请来了男主马克，因为马克手上掌握着一项电子脉冲技术，还发明了一种超光谱护目镜。当马克第一次在护目镜拍回来的画面里看到幽冥时，他整个人显得非常的惊讶，并且每个被幽冥杀死的人虽然体内是冰冻的，但皮肤呈现出来的却是灼烧和腐蚀。军队高层艾米将幽冥迷信地称之为战争鬼魂，他认为这是战争唤醒了一些超自然的力量。可是马克却并不这样认为，他坚信这就是一种强大的未知科技武器。为了印证猜测，马克带来了自己的最新发明——超光谱摄像机，任何隐身的东西在他的照射下将会无所遁形。随后高层派了一支小队保护马克前往战场，小队一路来到了另一支队伍的失联现场，一进门就发现大量战友的尸体，并且全都是无明显的致命外伤，一看就知道是幽冥所为。在超光谱护目镜的辅助下，发现浴缸下面有动静，小心谨慎地掀开浴缸后，发现原来是侥幸存活下来的战友。通过询问才知道，他那支小队的队员已经全部被杀，始作俑者就是他们军中流传的战争鬼魂幽冥。与此同时，来到顶楼寻找的士兵终于发现了幽冥，起初他以为是护目镜的污点而已，但在马克确认下才终于确定。士兵瞄准之后立刻开枪，子弹穿过幽冥的身体没有任何作用，而幽冥也发起了攻击。接着其他士兵接到命令急忙往顶楼赶，谁知下一秒士兵们手上的枪起不到任何作用，战斗完全就是一面倒的局势。眼见情况不妙的马克赶紧让队长下令撤退，身手敏捷的士兵选择速度较快的绳降，不料幽冥不仅能穿墙，还能在空中飞行，绳降的几名士兵瞬间阵亡。这时马克通过超光谱摄像机终于拍到了幽冥的真面目，幽魂一般的鬼魅身形，还长着一张清晰的人类五官。队长扛起大炮在马克的爆点下瞄准幽冥，依旧没有伤到幽冥一分一毫，队长也被幽冥无情送走。马克赶紧回到装甲车里面，刚从大楼里出来的士兵也一一倒地阵亡。成功撤退出来的士兵急忙钻进装甲车，马不停蹄的想要撤离这个区域，然而才刚走了没多久，就被沿途埋下的地雷炸倒，仅剩的2辆装甲车也不能再用，无可奈何，马克只能带着其他人一起徒步撤离。很快，众人来到一处废弃的工厂，没有车的话，他们只能暂时躲起来等待救援。休息期间，士兵们都在讨论幽冥到底是什么东西。马克告诉众人，幽冥有着人类的外形，并且有自主意识。为了印证自己所看到的一切，马克把超光谱摄像机重新打开，众人这才看清楚工厂外面到处围着的幽冥。不过也因此发现了一个幽冥的弱点，他们似乎极为忌惮地上洒落的铁屑。看着地上围绕着工厂的铁屑，马克断定是有人故意为之。于是士兵们开始搜查整间工厂，果然他们在楼上找到了一对姐弟，外面的铁屑是他们的父亲撒下的，只不过在撒下铁屑的时候不幸被幽冥击中，在他的尸体上发现了一块肚瓷片和一张叫做马萨罗维的手绘地图。女孩说幽冥就是从马萨罗维开始涌现出来的。与此同时，士兵们也收到了总部的消息，将军会派一架直升机天亮后过来接他们，但是降落地点距离这里有800米远，然而想要从幽冥肆虐的地方步行800米谈何容易。这时马克看到工厂里到处都是铁屑，他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于是众人开始往武器弹药里面掺入铁屑，而马克则把超光谱摄像机改成了探照灯，这样大家就能够凭借肉眼看到幽冥。天亮后，在探照灯的照射下，众人发现工厂周围汇聚了很多的幽冥，一个个虎视眈眈地紧盯着他们。不过箭在弦上不得不发，他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突围出去。刚跑出来，就发现一群幽冥直冲过来。一发铁屑炮弹命中后，暂时困住了对方。然而路上不断有幽冥冲出来，对他们穷追不舍。好在每一发炮弹都能暂缓住对方的攻势，众人边战边赶路，以求最快速度到达。很快，众人来到了飞机降落地点。就在这时，将军派来的坦克终于赶到，而此时的幽冥数量越来越多，他们已经蓄势待发。坦克瞄准时机发射炮弹。可是没有掺入铁屑的炮弹根本就伤不到幽冥，一大群幽冥瞬间发起反击，如幻影鬼魅一般的身影直冲那些增援小队而去。所到之处，触之即死。
甚至就连坦克也如同豆腐一般瞬间瓦解。就在马克等人陷入绝望之际，直升飞机终于赶来，看着幽冥还在不断逼近，马克砸碎身上仅有的铁屑瓶子，利用螺旋桨的风力吹到冲过来的幽冥身上，暂时阻止了他们进攻的步伐。直升飞机顺利起飞，众人这才艰难地逃离了此地，来到民用避难所。女孩告诉马克，她的父亲在马萨罗维一家镀瓷厂制造容器，幽冥就是来自那里的发电厂。听到这里的马克终于明白了，之前在浴缸里逃过一劫的士兵，就是因为浴缸是镀瓷的才得以幸存。还有坦克装甲的周身也有镀瓷，因为幽冥穿透不了瓷制品，所以马克断定幽冥是人为创造出来的。世界上除了固体、液体、气体，还有一种人造的凝聚体，也叫做爱因斯坦凝聚体，所以才会被铁屑减速。它不能穿过瓷制品，但却可以穿墙。由于温度低的可怕，所以才会一触即死。而要制造出这种凝聚体，就必须要有充足的能量，所以幽冥的制造地就在马萨罗维的核电站。明白了这些后，马克也知道了应对方法，只要有等离子放电枪就能够瓦解幽冥的凝聚体。随后，马克带着一众士兵和长官一起，把所有武器零件组装成等离子放电枪。当把一切都准备好之后，一行人便马不停蹄地赶往马萨罗维核电站。来到目的地，他们率先启动带有探照灯的机器狗，然后再架起一把等离子放电枪。这一枪是要测试马克的说法到底对不对。前方的幽冥看见人类，立刻就冲了过去，等离子枪瞄准后立马发射。马克说对了，一枪过去，幽冥瞬间瓦解。上尉立即下达全体行动的命令，所有作战人员开始发起进攻。而另一边，马克和艾米等人正在进入核电站内部，他们的任务是要阻断制造幽冥的源头。刚进来就发现了一只幽冥，几人急忙开枪射击，可是幽冥的移动速度极快，子弹根本打不到他。慌乱之下，4人只能分开逃跑。外面的战斗也正打得如火如荼，他们要把这场战斗拖延住，减少马克他们在内部的危险系数。有了探照机器狗和等离子枪后，士兵们面对幽冥也有了一战之力。此时的马克和艾米也终于来到了实验室，中间摆放着一个个凝聚体，如同工业生产线一般，哪怕所有的科研人员都已经全部丧命，这条生产线依旧还在不停歇地创造新的幽冥。紧接着他们又走进一间储存室，这里面关着一个个已经凝聚成型的幽冥，无法想象如果全部放出来将会造成多大的后果。其中有1/3的幽冥因为笼子损坏跑了出来，随后2人顺利找到了解除所有程序的端口，只要把这些电缆端口全部拔掉，就能彻底阻止这场灾难。有本能意识的幽冥察觉到马克的行动后，都想要冲出来阻止他。好在有艾米在一旁拿着等离子枪及时应对。此时外面的战场也出现了变故，所有的幽冥开始汇聚成一股巨大的风暴，士兵们被杀得节节败退，死伤惨重。这时上尉就地捡起几把枪，做了一把更大的等离子枪，把所有能用的供电设备全部插上，瞄准那股巨大的风暴发动出全力一击。强大的后坐力直接把它震飞了出去，巨大的反应连同内部的笼子也全部震碎，所有的幽冥全部都冲了出来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马克终于拔掉了所有电缆，所有的幽冥开始逐渐烟消云散。这场科技之战也算是艰难的结束了。最后，马克和艾米来到最深处的实验室，这里面全都是幽冥的人类主体，每一具身体都还在跳动着生命，但是要承受着莫大的痛苦。为了帮助他们解脱，马克拔掉了维持生命系统的仪器，希望世界永远都不会再有战争。